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我爸妈离婚那天，女友扶着肚子来了民政局，前脚我爸离婚证一拿，后脚他俩就拿了结婚证。女友还抱歉地对我说：“谁让你是儿子呢？当然是当爹的更有经济实力啊，能做皇后，谁愿意做太子妃？”我没忍住笑了。他不会以为我家的家产都在我爸名下吧？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行了，咱们好聚好散吧。我爸乐呵呵地拿着离婚证，看着我妈说道：“不对，这个男人已经不是我爸了，应该叫他赵凌天。”妈妈其实还是有些伤心的，毕竟她当初是真心实意地对待这段感情的。可惜他被爱情冲昏了头脑，没看出赵凌天和他结婚只是看上了他的钱。我的亲生父亲死得早，赵凌天是我的后爸。我叹了口气，把妈妈扶回车上，让司机先把她送了回去。妈妈才刚走没多久，我就看见我的女友孙小玲慢慢地走了过来。上个月，孙小玲刚查出怀孕，但我很清楚，因为工作，我已经2个多月没碰过她了。之所以没有挑明，是因为当时妈妈生病了，我怕这种事情会刺激到她。但私下里，我已经和孙小玲说清楚了，也猜到了他们今天要做什么。我眼睁睁地看着他们2个拿了结婚证，然后又慢慢地走到我的眼前。孙小玲一脸歉意地看着我说道：“不好意思啊，谁让你是儿子呢？当然是当爹的更有经济实力啊。”见我没有反应，他嘴角微微一勾，接着说道：“毕竟呀，能做皇后，谁愿意做太子妃？”听完这句话，我终于还是没忍住，低下头笑了起来。他看见我这个样子之后，愣了一下，随后眼睛微眯，眼神中闪过一丝恶毒。“你笑什么？”我好不容易止住笑意，抬头看了他们2个一眼，随后又觉得有些好笑，没忍住带着笑意说道：“没什么，祝你们2个长长久久啊。”孙小玲闻言后还想再说什么，但是被赵凌天打断了。他微微仰头，眼神轻蔑地看着我说道：“儿啊，咱们也算是做了好几年的父子了，你什么德行，我想我还是清楚的。”我舔了舔嘴唇，表情骤然平静下来。“赵凌天，你没资格喊我儿子。他和妈妈结婚了4年，这4年来，我一直在他的面前装出一副纨绔子弟的样子，因此他也就一直觉得我是个没什么出息的人。所以即便是现在离婚了，他也依旧看不上我。不过我对此倒是并不介意，我只是非常厌恶他喊我儿子罢了。”赵凌天看见我的表情之后愣了一下，可能是因为第一次看见我这个样子，他下意识后退了一步，但是很快他又有些尴尬地走了回来，面容略显谄媚地说道：“是，秦少，那你之前答应的事情，我叫秦子墨，随母亲姓。放心。”我淡淡地回应了一句，从随身的包里掏出2本房产证丢给了他：“这是答应你的2套房子，以后你就好好过自己的日子吧。”赵凌天手忙脚乱地接过房产证，然后点头哈腰地说道：“谢谢秦少，谢谢秦少。”但随即我就看见他的目光中闪过一丝讥讽：“愚蠢的废物，叫你2声秦少，你还真以为自己很厉害了。”他一把搂住旁边的孙小玲，轻蔑地说道：“一个被人骗财又骗色的垃圾，看见你的女友了吗？好好看看她现在是在谁的怀里。”我眉目微挑，默不作声地看着他，拳头下意识握了起来。赵凌天看了一眼我握紧的拳头，轻蔑之色更浓：“秦大少爷，你是想打我吗？我好怕哦。”他咧着嘴，
极尽丑态的装出一副害怕的样子。也是，被人戴绿帽的感觉不好受吧？特别那个给你戴帽的家伙还是你爹，你说是吧？哦，还有一件事我忘了说了，你妈那个贱人比你蠢多了，不过嘛，味道还行。说完后，他舔了舔嘴唇，我死死地咬着牙，拳头更是紧了又松，松了又紧，没胆子也没脑子。如果不是出生好了点，你现在就连给我当看门狗的资格都没有。最起码想当我的狗，它得先会咬人。尽管我现在非常愤怒，但我还是没有出手，因为我很清楚，他之所以一直这么嘲讽我，就是想让我动手打他。行了，绿帽狗，赶紧回家去吧，回去找那个老女人，躲进她的怀里哭吧。只是要记得，下次见到我的时候，把尾巴夹起来，或者学会咬人也行。说完后，他哈哈大笑，似乎侮辱我是一件十分让人高兴的事情。赵凌天，你记住今天的所作所为。我咬着牙放了句狠话。怎么了？你终于学会咬人了吗？赵凌天又开始笑了起来。赵凌天和我妈在一起的4年里，无时无刻不想着把我们家的家产骗过去。妈妈虽然被爱情冲昏了头脑，但她也不是个傻子。于是在他们结婚的前一晚，她当机立断，把所有的家产都转移到了我的名下。而我也早就和妈妈商议好了，这件事情对谁也不说。如果赵凌天要钱的话，他就先应承下来，最后让我来处理。于是这4年来，赵凌天想尽了无数办法，依旧没能从我手中把家产抢过去。也就是在孙小玲查出怀孕的那天，我找到了赵凌天，跟他谈了这件事情，并拿出了相应证据。他自知理亏，不敢声张，也不敢把这件事情说出去，最终还是答应了和妈妈离婚。不过他有个条件，就是给他买2套房。我答应了他的条件，而今天就是我兑现诺言的时候。赵凌天拿到房产证之后，心情大好，一把搂住孙小玲的肩膀说道：“走，我们回家。”孙小玲冷冷地挣脱赵凌天的怀抱，黑着脸说道：“刚刚那个房产证是什么意思？等我回去再慢慢跟你解释。”赵凌天有些心虚地说道。孙小玲看了看赵凌天，然后又看了看我，最后点点头，轻声说道：“我懂了，你根本就没钱，钱全在秦子墨的手里，对吧？”这一刻，轮到我有些讶异了，没想到这个女人还能从这短短的话语里面分析出这个信息来。看样子，她也没有我想象中那么蠢嘛。既然好戏结束了，那我也就该走了。想到这里，我转身就要离开。可能是想到以后的生活都要和赵凌天一起过，也可能是考虑到他肚子里的孩子毕竟是赵凌天的种，他没有对赵凌天恶语相加，反而叫住了我：“秦子墨，你站住！”我停下脚步，回头看向他，不知道他究竟还要干什么。从我和你在一起的那天开始，我就知道你是一个蠢货，只是我没想到你居然蠢到了这种地步。我皱了皱眉，还是没有说话。我倒要看看他究竟要说些什么。你手中明明有赵凌天的把柄，凭着这个把柄，你完全可以让他净身出户。可是你非但没那么做，反而还答应了他的条件。怎么着？钱太多了，花不完是吗？我现在只要一想到和你这种人在一起过，我就觉得恶心。似乎是发现自己被骗了的缘故，他把所有的愤怒都倾泻在了我的头上。不过既然他那么喜欢骂，就让他慢慢的骂吧，我可没有兴趣在这里听他撒泼。我转身就走，他一直在背后喊我站住，可我只当没听见，开上车就走了。回家的路上，我心情大好，
毕竟一下子甩掉了2颗老鼠屎，家里面可以干净不少了。至于孙小玲说的那个问题，她真以为我没想到吗？此时距离妈妈离婚已经过了1个月了。刚开始的时候，妈妈还有些伤心，可在我努力的劝导下，她终于释怀了。妈，我出去一趟，家里有几家公司，我每天都会去看一下，所以妈妈倒也没问我出去干什么，只是让我记得回家吃饭。不过这次出门我可不是要去公司，我是要去找赵凌天，毕竟1个月过去了，该收回我的东西了。出门后，我先去叫了1个人，又去雇佣了几个保镖，然后带着他们来到了赵凌天如今所住的地方。我轻轻敲了敲门，并让他们先躲在暗处，不要露面，只等我挥手的时候，他们再出来。很快，我听见屋内传来了脚步声，门打开了，开门的人是孙小玲。她看见我的第一眼，眉毛便拧成了麻花。你来干什么？我轻轻笑了一下，说道：看看你们住的怎么样，和你有什么关系？怎么，现在后悔了？突然发现不该给我们这套房子了？蠢货！他的言辞一如既往的犀利，但是我却发现他的脸色有些苍白，肚子也没之前大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应该是把孩子打了，真可悲啊！我暗自啧舌，也不想和他争吵，只是淡淡的问道：赵凌天呢？关你屁事！他恶狠狠地看着我，目中的怨毒丝毫不做遮掩。秦子墨，如果不是因为你，我现在绝对不会过上这样的生活。我之所以变成这样，都是你造成的。他突然疯了一般的吼道。我感觉有些好笑，简直理解不了这个女人的脑回路。不过既然她要发疯，那我也就不打算给她留情面了。我有意看了一眼她的肚子，然后故作惊讶地说道：哟，孩子没了。这句话戳到了她的痛处，她的眼神骤然变得无比悲愤，伸出手朝着我抓了过来。我岂能让她如愿？连忙退了几步。他见碰不到我，最后无奈放弃，只是依旧怨毒地看着我。秦子墨，你不得好死！如果没有你，我的孩子就不会死。这个女人已经疯了。听到她的这些话，我只觉得恶心。我皱了皱眉，淡淡地说道：让赵凌天出来吧，我有些事要跟你们说，这关系着你们还能不能继续住在这里。听到我这么说，孙小玲愣了一下，她似乎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当下不再多说什么，只是狠狠地瞪了我一眼，随后赶忙把赵凌天叫了出来。秦少这次过来不知有什么事。赵凌天笑呵呵地说道，并且伸出了一只手，想要跟我握手。见我半天没动静后，他这才尴尬地把手收了回去。也没什么事，就是这套房子我突然不想给你们住了。我微微一笑，玩味地看着他们。赵凌天怔了一下，眼神中透露出疑惑。秦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有点没听懂。字面意思就是不想让你们住了。我不介意让他多猜一会儿，只有这样，他的心里才会越来越慌。他呆站在原地，仔细思索着我刚刚的话语，片刻后才小心翼翼地问道：秦少是想把这套房子买下来吗？我摇摇头，不，这本来就是我的房子，我何必再买？他又愣了一下，接着说道：秦少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啊，难道您忘了吗？这套房子您已经买下来送给我了，是吗？我假装疑惑地问道。当然，不信你等我一下，我把房产证拿给你看看。说着，他就回去找房产证了。只有孙小玲站在原地，只不过她似乎想到了什么，脸色越来越苍白，看着我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没了之前的豪横。我嘴角微微一勾，不得不说，这个女人确实聪明。看她这个样子，
估计是猜到了吧？秦少，你看，房产证在这呢。赵凌天拿着房产证在我眼前晃了晃，这一刻我终于来了兴趣。哦，是吗？给我看看。好。赵凌天应了一声，把房产证交到了我的手上。我伸手拿过房产证，看都没看，当着他们的面就撕碎了。你干什么？赵凌天见状后，情绪一下子激动了起来，居然直接对着我吼了出来。我笑了一下，转头看了一眼孙小玲，只见她脸色彻底苍白，双腿发抖，几乎要瘫软在了地上。我收回目光，淡淡的解释道：“别误会啊，这件事情我也是现在才知道的。你们手中的这2本房产证是假的。之前买房子的时候，我是交给别人去办的，谁知道他竟然背着我悄悄弄了2本假证。至于真正的房产证嘛，上面写的是我的名字。”说完后，我拍了拍手。那个我出门时就叫上的人慢慢走了出来，我指着他接着说道：“这个人叫小刘，就是他弄出的这些事情。今天我就把他带来给你们赔罪了，当然顺便把我的房子收回来。”秦子墨，你耍我！赵凌天眼睛都红了起来，看样子恨不得把我生吞活剥了。至于孙小玲，他在我说出事实之后就已经瘫坐在了地上，一脸生无可恋。怎么能这么说呢？这件事情我也并不知情啊。我无奈地耸了耸肩，一脸遗憾地说道：“赵凌天欺骗我妈的感情，孙小玲又背叛了我，我怎么可能让他们这么好受？只有先给他们希望，再把这个希望狠狠打碎，他们才会感觉到痛，才会明白自己究竟犯下了什么样的错误。”赵凌天情绪几近崩溃，他绝望地向我扑了过来，大声喊道：“秦子墨，我要你死，我要杀了你！这种情况我早已预料，否则也不会在来之前去雇一堆保镖。”我退后几步，轻轻挥了挥手，保镖们很快就冲出来，把赵凌天给控制住了。他拼命挣扎了许久，最后发现自己无论如何都挣脱不开，只能无奈放弃。你好狠！他双目血红，咬牙切齿。我毫不怀疑，如果这些保安不在的话，他真有可能杀了我。但是我并不害怕，毕竟现在的局面完全在我的掌控之中。我轻蔑地看着他，缓缓说道：“这是你们的报应。”赵凌天闻言，低着头沉默了很久。许久后，他低着头在那里笑了起来，笑声越来越大，一直停不下来。就在我以为他已经疯了的时候，他突然死死地盯着我说道：“秦子墨，你太小看我了，你以为我就没留一点后手吗？”听到这句话，我心里骤然升起一种不好的预感。我面色一变，深深地看了他一眼。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他重复了一遍我说的话，猛然大笑起来。半晌后，他才平息笑声，慢慢说道：“意思就是你太小看我了。”我脸一黑，仔细回想了一下自己的过往，实在不知道他的手里究竟有我什么把柄。在确认自己确实没有犯下过什么错误之后，我冷笑一声，淡淡的说道：“赵凌天，你当我是被吓大的吗？你不信？”赵凌天此刻看起来没有一丝一毫的恐惧，反而饶有兴味地看着我。当然不信，我现在无比确定，他就是在恐吓我。他冷不丁地又笑了一下。好，那你让他们放开我。我挥挥手，示意保镖将他放开。我倒要看看他究竟要耍什么花招。他整理了一下衣服，然后又装模作样的拍了拍自己的肩膀，最后才慢悠悠地掏出手机。此时此刻，不止我，在场的所有人，包括孙小玲，都一脸不解地看着他。我看见他点了几下手机屏幕，随后收起手机，
冷笑地看着我说道：“给你发过去了，自己看吧。”我掏出手机，看着赵凌天发给我的内容，脸色越来越难看。到了最后，我几乎是有了些火气。视频不长，只有短短10几秒，但是这段视频里，我一巴掌打在了一个女人的脸上。我记得这件事情，这个女人是来我家做保洁的，但是因为她操作失误，打碎了一个我很喜欢的高价手办。那个手办已经绝版了，市面上买不到了，所以当时我很生气，一气之下就给了她一耳光。但是事后我积极与对方和解，并给了对方高额赔偿金。整件事情我都处理得滴水不漏。没想到的是，这件事情居然被赵凌天拍了下来，并且还没有前因后果，只有一段断章取义的打人视频。这种视频只要一发到网上，那么必然会有人信以为真。若是平时我也不在意，但是最近公司正在竞标一个很重要的项目，我身为公司最大的股东，一旦这种事情被曝光，必然会对公司造成负面影响，导致竞标失败。因此，就算事情是假的，在这种关键时刻，我也不能让它流落到网上。不过这些都不是让我生气的真正原因。我生气的地方在于，赵凌天居然从很早之前就开始监视我了。要不是我向来安分守己，他没办法获取到较好的把柄，恐怕这次威胁我的东西就不是这么一段断章取义的视频了。我深呼吸了一口气，知道这个时候绝对不能露怯。赵凌天，你拿出这么一段断章取义的视频有什么用？你觉得这样的视频能威胁到我吗？他看了我一会儿，这才呵呵笑道：“秦少啊，秦少，不得不说，您可真沉得住气啊！要不是我最近一直在关注贵公司的动向，我可能都要被你这个样子给骗到了。”实不相瞒，其实这段视频我本来是打算等贵公司竞标到了关键时刻拿来敲你一笔的，没想到这么快就用上了，真是可惜啊！我要求也不多，我只要这2套房真正的归我所有。他恶狠狠地看着我说道。我脸色越来越难看，我早就猜到2套房他可能吃不饱，但是我没想到他居然还留了一手。如果不是我给他来了这么一出，到时候他必然会狠狠敲我一笔，而到了那个时候，我将没有任何反制他的时间。好在现在还有机会，时间还比较充裕，至少还没有到那种只要他开口，我就只能被迫应承的地步。我心念一动，打算先答应下来他的要求。毕竟如果现在撕破脸的话，我真怕他直接就把视频发到网上。好，我答应你。我黑着脸，做出一副不甘心却又只能被迫答应的样子。哈哈，好。秦少果然爽快。既然如此，明天晚上的这个时候，我就在这里静候秦少的佳音了。赵凌天畅快地笑道。我没接话，看了一眼孙小玲，此刻的她脸色依旧苍白，但是已经站起来了。我冷哼一声，转身离去，身后只听见赵凌天无尽的嘲笑。回到家后，我沉思了许久。首先，视频是绝对不能让他发到网上的。其次，那2套房子我也绝对不会给他。那么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想办法销毁他的视频，让他无法再威胁我。可是要怎么做才能销毁他的视频呢？我细细思索着这个问题，企图从里面找到答案。不知道过了多久，我眉头微挑，心里面有了一个主意。第2天晚上，我如约来到了赵凌天住的地方，保镖依旧跟在我的身后。怎么样，秦少，房产证带过来了吗？赵凌天一脸得意地看着我，似乎在他看来，
他已经把我吃得死死的了。没有，我轻轻摇了摇头。孙小玲站在他的身边，听到我的话后，他的表情从激动变成了悲观。再看赵凌天，他则是皱起了眉头，一脸疑惑地看着我。你不怕我把视频发到网上？我没在意赵凌天说的话，反而细细打量着孙小玲。从最近几次的表现来看，这个女人很聪明，但同时她的胆子也很小。至少以她表现出的智慧来看，如果她想对付我的话，手段必然会比赵凌天高出不少。我心中暗暗记住了孙小玲胆子小的特点，说不定日后还能利用到她的这个特征。至于赵凌天，也算是有点脑子，知道给自己留个后手，并且胆子也很大，会适时的威胁我。他的威胁恰到好处，不至于让我鱼死网破，但也能让我感到害怕。总的来说，对付赵凌天这样的人可能会有点麻烦，但还不到没法对付的状态。如果孙小玲有赵凌天那样的胆子的话，那我今后的日子恐怕就有点举步维艰了。心里对他们有了一个大致的判断之后，我点了点头，轻声对赵凌天说道：“你发吧。”赵凌天闻言脸色一变，不可思议地看着我。估计按照他的想法，我这次过来必然会带来2本房产证。毕竟这次竞标公司做了很多准备，一旦功亏一篑，那么对公司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损失。对比下来，2套房的价格反而显得有些微不足道了。况且他也并没有狮子大开口，2套房对于我的家世来说算不上多大的财富，怎么看我都没有拒绝的理由。你疯了！如果你的公司竞标失败的话，损失可是远远大于这2套房的。赵凌天不甘心地说道。我知道，我无所谓地点点头，接着说道，但是我就是不想让你从我手上拿走一点好处。赵凌天恨恨地咬了咬牙。好，既然如此的话，那就怪不得我了。他拿出手机，正准备把视频发在网上，却发现那段视频居然不在了，怎么找都找不到。他惊惧地看了我一眼，连忙冲回房里，打开了电脑。视频不止在他的手机上，电脑上他也进行了备份，可是事情并没有什么改变。他在电脑上也没有找到那段视频。他怒喝了一声，这才发现自己居然什么话都说不出来。这一局他输得很彻底。我轻轻笑了一下说道，找不到吧？看样子你的计划泡汤了。你做了什么？赵凌天颓然地问道。黑客。我正待说话，没想到一直默默待在一旁的孙小玲却抢先开了口。我朝着他点了点头，没错，黑客。昨天晚上回去之后，我就找了一个黑客，入侵了你的手机和电脑，删除了所有的视频。怎么样，赵凌天？现在你可以乖乖滚出去了吗？他猛地抬起头来，牙齿被他咬得滋滋作响，他的眼睛比昨天还红。秦子墨，算你狠！说完，他猛然站了起来。我以为他会对我动手，可他只是去拉起了孙小玲的手，低喝了一声走，随后扭头就走。临走时还不忘放了句狠话，你别得意得太早，事情还没完呢。我目送着他狼狈地离开，并没有把他的狠话放在心上。毕竟在我看来，除了那段视频外，他的手上就再也没有能够威胁我的筹码了。赵凌天，你还有什么别的手段吗？我悄悄呢喃了一声，面带微笑地转身离开。可也就是在这一瞬间，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可能，或许他的手上还真有一个能威胁到我的筹码。之后的几天都没什么事，我和平常一样，早上陪妈妈吃了饭之后就会去公司转一圈，
直到吃晚饭的时候，又回来和妈妈一起吃顿晚饭。这样子，一天很快就过去了。虽然我这几天表面上过得十分平静，可我的心里一直感到不安。我不知道我想象中那个手段赵灵天能不能想到，如果他能够想到并且施展出来的话，那确实会给我带来极大的麻烦。因此，这几天的平静生活我过得并不平静。我每天都在祈祷着事情不要发生，可很多时候祈祷是没用的，有些事情它是必然会发生的。终于，我在网络上看见了一则消息，大体内容是说我虐待孙小玲。赵灵天看不惯我的作为，出面制止了我。最后我一气之下，联合妈妈将他们赶出了家门。消息里面还插着几张图片，全是孙小玲遍体鳞伤的身体。我死死地握着拳头，我最担心的事情果然还是发生了。这种事情先暂且不论真假，我作为本市数一数二的富豪，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焦点，而此刻又有如此炸裂的事件发生，那些媒体是必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他们只会争相报道这起事件，他们从来都不管是非黑白，只在乎这条新闻够不够劲爆，够不够炸裂。很显然，现在这条新闻对他们来说完全满足了他们的预期，这还不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赵灵天和孙小玲现在是弱势群体，而广大人民群众向来都更倾向于弱势群体，所以此刻在他们的心里，我秦子墨就已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恶霸了。无论我的回应有多么真实，他们都只会认为我的话不可信，因为在这种事情上面，我拿不出任何证据来证明我没有虐待过孙小玲，我有的只是一张嘴。我叹了口气，虽然在新闻出现的瞬间，我就第一时间发表了声明，但还是有不少人不相信我。毕竟我又不是弱势群体，毕竟我那么有钱。一时间，我被万人唾弃，网上铺天盖地的都是骂我的消息，我气得浑身发抖，可又没什么办法。好在妈妈基本上不上网，所以也就还不知道这件事情，否则我真怕妈妈被气出个好歹来。我深呼吸了一口气，平息了一下自己的心情。我知道事情还没有完，赵灵天肯定会联系我，他安排了这么一出戏，不可能什么都不要。果然，没过多久，我就收到了赵灵天发过来的消息。怎么样，秦大少爷，我为你安排的这幅作品你还满意吧？光是看着这段文字，我都能想象出来他得意的嘴脸。你要什么？我忍着怒气回复了他。这一次，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是单纯的想让你难受。这条消息发过来之后，无论我再怎么联系他，他都不做任何回应了。这边的事情还没解决，我就又收到了一个消息，因为这次发生的这件事情，我们的竞标差点失败，但好在对方愿意给我们一个机会。不过对方也给出了一个条件，这件事情必须在3天内解决，如果3天内没有解决的话，我们只能遗憾退场。我长长的叹了口气，烦躁地揉了揉太阳穴，感到异常头疼。这次的事情有点棘手啊。我迅速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情绪，并仔细分析了一下目前的情况，最后得出了一个具体的结论。这次事件有一个毋庸置疑的地方，那就是到最后我一定可以洗脱这个罪名。但是关键的问题就在于，即便我洗脱了罪名，也已经让大部分的人对我望而生怯了。这对我的公司来说是一件非常不好的事情，因为总有些人只愿意相信自己相信的，对于摆在眼前的事实，他们反而会认为这是阴谋和假象。
但是要我在3天之内洗脱罪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常规的手段恐怕起不了什么作用，只能用一些非常规的手段。好在我也并不是什么后手都没留。想到这里，我翻出一个 U 盘，导出了一段视频。这段视频是我能否反败为胜的关键。我拿起手机，给孙小玲发过去一条信息：今天晚上出来见一面，我给你看一些东西，只能你一个人来。消息发过去后，过了很久，大概1个小时之后，孙小玲才进行了回复，很简单，只有1个字：好。我很快就与他见了面，在一家高档餐厅，我们坐在包间里面。我并不担心他会叫上赵凌天一起过来，因为坐在包间里面，赵凌天即便想监视，我们也做不到。你找我有什么事？他看向我的眼神中有些胆怯，没了一开始的疯狂和愤怒。可能是我连续几次的反败为胜，让他感到了恐惧。给你看个视频。没等他有所回应，我直接播放了视频，并且拿给他看。画面里的内容是他勾引赵凌天的整个过程。当初有一段时间，我察觉到了不对劲，于是就派人跟踪他。没想到拍下了这么一段视频。随着视频的播放，他的脸色越来越苍白，到最后整个人都颤抖了起来。眼看着他这个样子，我知道此刻正是攻破他心理防线的最好时机。孙小玲，我知道你不傻，所以你肯定很清楚你们现在是在犯罪。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身上的那些伤都是赵凌天打的吧？按照你们对我造成的影响来看，不排除在事情暴露之后，你们会有坐牢的风险。我故意将事情说得比较严重，所以其实你现在回头还来得及。孙小玲，只要你愿意帮我，我们之间的恩怨可以一笔勾销。与此同时，这段视频我会当着你的面将其销毁，并且保证它永远不会出现。但是如果你执意要跟我作对到底，那么我将会把这段视频公之于众，我们鱼死网破。从此之后，你的人生将日日不得安宁。你想想看，你的亲友们如果看见这段视频的话，他们会怎么想？说了这么多，孙小玲，现在告诉我你的答案。我侃侃而谈，没给他任何思考和喘息的时间。他像是被我镇住了一般，愣在原地说不出话来。但我并不打算给他多余的时间，因为我不敢赌，以他的聪明才智，难保不会在短时间内想起对付我的办法。好，既然你不愿意的话，那我们就鱼死网破吧。我一拍桌子，唰的一下站了起来，没有丝毫犹豫的就朝包间外走去。事实上，此刻的我十分紧张，因为如果他不答应的话，那我真的就只能选择鱼死网破了。虽然这样也能洗脱我的罪名，但同时公司的竞标也就毁了。尽管心里紧张，我依旧走得很快，因为我不能让他看出此刻我内心的挣扎，否则难保他不会改变想法。就在我快要走出包间的时候，孙小玲叫住了我，等一下。这一刻，我知道自己赌赢了。我长舒了一口气，目光坚定地回头看着他，想清楚了。他微微仰头，眼神轻蔑地看着我说道：儿啊，咱们也算是做了好几年的父子了，你什么德性，我想我还是清楚的。但是很遗憾，他并没有找出这种情绪。于是他叹了口气，最终有些无奈地说道：我答应你。我点点头，告诉了他我的后续想法。当天晚上，污蔑我的当事人之一孙小玲就发布了一则声明，大体内容是说我从来没有虐待过他，他之所以会这么做，全是因为赵凌天威胁他，并且他还说了身上的伤疤
全是赵凌天造成的。也是在当天晚上，警方逮捕了赵凌天，因为家暴和造谣。还是在当天晚上，网络上的风评呈现一片倒的局势，他们的网暴对象从我变成了赵凌天。当然，还有一小部分人不相信这个结果，依旧在悄悄骂我。第二天，公司里的人告诉我，我们竞标成功了，因为对方看到了我们办事情的效率，对我们十分满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算是因祸得福了。至于孙小玲，我履行诺言，毁掉了关于她的所有视频，放她离开了。但是因为这次的事情，有一些网友扒出了孙小玲的过往，在得知她最后抛弃我和赵凌天在一起的时候，网友们都对她表示不屑，并唾弃她的行为。没有人相信他和赵凌天在一起是因为真爱，他的身上被打上了拜金女的标签，而他的家人们一直不知道他和赵凌天在一起的事情，他们一直以为他是和我在一起的。想来是孙小玲也知道这样的事情并不好听，所以一直瞒着家里。但随着真相被挖出来，他的家人们也就都知道了这件事情，他的父母甚至还要因此和他断绝关系。最后，孙小玲得了抑郁症，整日喝酒，烂醉如泥，终于在某一天，因为受不了这种折磨而选择了自杀。随着时间的流逝，有关我的舆论也慢慢的消失得无影无踪，公司开始蒸蒸日上，日子也一天比一天好过。我又遇到了一个喜欢的人，是一个很好的女孩子，我们最终结了婚，并生下了一个女孩，名字是妈妈取的。妈妈说，愿世间有情人终成眷属，就叫秦有情。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